我们为什么总是对冰岛如此着迷？有人说这里是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有人说这里才是地球原本的样子。冬季的冰岛让我联想起1万年前的冰河时代。很难相信生命能够在这种环境里延续下来。我无比感慨，在冬季的冰岛听到了歌颂生命的美丽赞歌。确实，大家说冰岛的冬天不适合自驾，真的是很危险，很危险。车里看不到。慢，哎，有小车，小心。他也不会走。暗沉的天空和一望无际的冰原，给我一种快要窒息的末日感。来到冰岛的第一天，我终于知道了风暴的样子。It's gonna be a storm tonight. Do you heard about it? Yes. So we have to quickly drive to the hotel. Yeah. Where is your hotel? Week. In week. Yeah. Yeah. Okay. It's not so far. This winter is the worst winter since like 10 years. Ten years? Yeah. It's always fastened and lights always on even during the day. Yeah. And as I mentioned before, your 我的妈！这我们今天住这儿，2个半小时，160公里。这次冬天来到冰岛，看到旁边的植被，跟夏天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出发前，我们在超市里买好了各种食物，以备不时之需。原本觉得市区里积雪很少，应该问题不大，但直到我们驶进山区，哇，冬天的冰岛真的很不一样哎，白色沙漠，这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好像进入风暴里了，不过这种我在北海道经历过还蛮多次的，只要小心开，跟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看着车灯来走都问题不大。然后受不了。哇，真的什么都看不见。哇！注意！天气越来越差，朋友告诉我们前面封路了，我们只能临时决定住在下一个小镇里，躲避风暴。我们马上就要到酒店了，还有4分钟就到。我们现在终于到了酒店。哎，说实话，这个酒店的这个大窗户的风景我还蛮喜欢的。这个风暴的日子就住在城市里面，还是会安心很多哎。其实就刚刚我从停车场把行李取出来，拿到门口的这个一小段距离都觉得阻力好大，更不用说刚刚最终在那个山路上跑的时候那样子，哇，真挺吓人的。失控那10秒，我这辈子肯定都能记得。我们先休整一下，等待会儿天快暗了，我想出去在小镇里面走走。现在风暴停了，出去看一看外面什么样子。这门儿也不好。来看，这是我车，就风暴的这一会儿，整个都白了。然后地上积雪的形状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走到大街上去看一看，现在天空好蓝啊。这里呢，就是风暴之后的冰岛。然后呢，这是整个楼上面都像是从冰箱里挖出来的一样。哇塞！这车上都是纯白了，虽然说它这个积雪没有那么厚了，但是风是真的强。然后看这家门口成这样了，天哪！整座小镇都像是刚从冰箱里挖出来的一样。在经历这样的天气后，据说一定能看到难忘的日出。这是我们来旅行之后看到的第一个日出吧。出发啦！天气好，就可以多在路上看看路上的风景了。我觉得人呢，还得是一缕阳光。我前2天就是每天阴天，给我整个相当于粉色的山，哇哦，日照粉山。刚刚无人机探秘了上面那个山洞可以拍，我们去那个山洞上面看一看，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日出啊！它日出持续时间可真长啊！来了。山洞，抖着腿啊！哎呦，哇塞，这么大一山洞，这可以好好的在这当庇护所。这上面还有啊。然后当我们看向这个另外一边，哇塞，绝了！正好对着日出哎，呜！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现在想对你说什么吗？你是来拉屎的吧？哎，蹲在这儿要是再来一杯热咖啡就好了。有一家人开房车的也过来。2个不同国家的人因为旅行在冰岛的山洞里相遇，我主动去帮他们拍了合照。这次的 Z8 样片有一张就出自这里，其实并不是我拍的好，这样的景色完全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如果你来到这里，也一定能拍出满意的作品。下去肯定成问题，拿这个三脚架当杖了。哎，那我呢？你可以聊好好的，你用啥呀？腿脚不利索，就这样的。这边老滑了，你这杖不行，可别把你给窜下去了。你窜下去可要保护好相机啊！你下去没事啊，你还有今天，哈哈哈哈哈！又抽筋了，坐在这儿欣赏一下风景吧。啊，这就是北极的山呀，挪威！我的腿现在抽筋儿厉害，两只腿都是，时隔半年多，我们又来到了维克镇。哇，就不说别的，就这个车窗里看出去都绝赞啊！我的天哪！这里就是原本第1天要住的地方，维克镇。到达这个小镇的方式，我也很喜欢，就是你先上一段盘山公路，也不是那么长，然后上面雪很厚，就像行驶在南极雪原上的感觉一样。然后突然呢，翻过前面那座山，然后下来，就到了海边的这个维克小镇。Week， 而且这个小镇呢，不仅很漂亮，还有很多好吃的食物。我们站在这么一个展望的角度，特别适合用长焦来观察一下这个小镇的一些细节。打算从
进小镇的这条山路开始。你说要是生活在这儿，天天看这么好的风景，那该多幸福！这也像童话一样的小镇。兄弟，你忘了前两天的风暴吗？哦，除了风暴的时候。但是会格外珍惜有阳光的日子。我前两天就感觉有点阴郁，但是阳光一出来，就突然间整个人就开心了起来。哎，这边好像是他们的一个什么操场吗？好多人在那儿散步啊。这不叫头盔啊！你就看看吧，它这个操场环境多好吧！我的天哪！可能因为太阳出来的温度比较高，这个海旁边就有一层雾气。哇，还有鸟在飞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什么也没干，静静地享受着风暴后的片刻宁静。2次到访相同的地方真的很有趣，季节的变换彻底改变了这里的面貌。日落前，天气又迅速变差。我们来到小镇旁的这座山顶，寻找属于冰岛的独一无二的几何风光。不是，这也太梦幻了吧！这是什么场景啊？像白色沙漠之中突然出现了一座城堡的样子。虽然它不是城堡，是灯塔。灯塔的这边尽头就是海岸。哇！虽然这张照片没被选为 Z8 的样片，但我个人却特别喜欢。晚上我们住进了斯科加瀑布附近的旅馆，一出门就看到了天际线旁的微弱极光。看来这次来到冰岛最大的愿望有希望实现了。我们现在要去徒步到飞机残骸那边，然后因为这边听说出过很多事儿嘛，就迷路啊什么的。虽然说现在天气特别好，但是万一吧。我查看过了，今天到明天早晨天气都很晴朗，是吧？然后我们但是以防万一吧，我把这个徒步路线下下来了，这个就安心一点。哦，太敬业了，带病上岗。哇，巨强，肉眼就能看到。哇塞，好强好强！哇！宝宝，巨强！现在特别强。它变化特别快，啊，好好看。现在极光只剩下微弱的绿光了，然后我们终于要走到这个地方了。虽然这个地方就是被别人拍过很多次了，但这是我们第一次。主要是现在没人，你的感受就会很不一样，在这么一个。快走！荒芜的地方。现在通过相机已经看到这个残骸了。这是冰岛最著名的 DC-3飞机残骸。1973年，美国海军的飞机在这里失事，机组人员幸运的全部逃生，只剩下这座飞机残骸永久的留在这里，等待着极光一次又一次的降临。这次的冰岛之旅，我们遭遇了4次风暴。今天早晨之后就再也没见过日出的样子，但是每到晚上我们都会耐心等待，在寒风中甚至是用手按住三脚架拍下了 Z8 样片里的绚烂极光。哇塞，我妈呀，真的有，只要你相信它就一定会来。这就是传说的吸引力法则吗？啊，太幸福了！没有想到能用肉眼看到这么强的极光，那是人生第一次超级大爆发极光。
2022年6月，我第一次来到冰岛，就被它深深吸引。于是今年冬季，我再次回到这里。飞机上，我又看了一遍我最爱的电影《白日梦想家》，里面说一定要去看看世界。快救我！别跑了！现在我们在冰岛开展那个在雪地里写名的业务，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幸运观众，叫申明远，然后我们现在在雪地里给他写名。看不清是不是？看得清，看得清。耶！然后如何证明这里是冰岛，不是其他的雪地呢？我们看前面。愿耶稣保佑你。耶！祝你幸福。祝你幸福。